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日之间还是剑拔弩张哦，到底什么时候这个紧张的态势会比较和缓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呀，他在跟这个其他国家元首通话的时候，特别批评这个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开了历史倒车，暴露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哦，所以在各个外交场合，他们都不放弃这个机会，不断传达中国大陆非常生气的这个事情。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很多的媒体都报道说，高市是不是有可能想要把过去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复辟呢？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是不断的在回应这件事情，说错上加错，主要是高市并没有收回他原来的这个言论哦。那他说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哦，还是一样啊，你是妄图擅炒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件事情哦。所以对于高市早苗最近的一个看起来是想要修补中日关系这样的努力哦，中国大陆是不买单的，也不领情的。而另外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更是用这个党报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哦，细数寄出了9个严重。您看到他们在媒体上面说，严重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伤害各国人民的情感，严重为军国主义招魂哦，等等非常的严厉。那我们看到川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也跟高市早苗通了电话，到底讲了什么？其实外界都很好奇。今天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否认川普劝高市别挑衅，他说没有20分钟的通话细节，他们的回应是这样。在媒体上面，他们表达说，川高通话中，川普有说到日中关系需要进行管控，并且他没有要求高市撤回这个言论那谈及美国黄豆出口中国的贸易问题，川普并且表示日方被告知良好的美中关系也会为日本带来好的影响其实重点在这里就说你们之间可能需要进行管控有一些危机吧要进行管控，可是没有要他撤回那这是日本政府否认说川普劝高市不要挑衅他们特别这个有这样子对媒体的一个报道。那分析师的说法是说，川普25号的时候先跟习近平通话，然后再跟高市通话凸显他不愿意让盟友因为核心地缘政治的议题搅乱了美中贸易的关系，所以美中贸易在川普的眼中应该是重中之重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子的态度呢，是这个川普公开场合是沉默的那日本议员就说，你川普能不能够公开来喊话如果公开来喊话的话呢，看起来会比较对这个日本人或各种的这个民心比较安定。可是呢，看起来川普是保持沉默的。中日紧张新战场，日媒酸中国男足没有晋级世足赛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这样的情绪，对立的情绪其实也都在蔓延中各种的在 social media 上面都会有一个互相的攻击。而另外我们看到前首相石破茂非常诡异的笑容，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来自于北京的新京报的报道说，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节目中看中国媒体批评高市早苗的影片，石破茂不时点头的画面曝光了，在观看该影片时还露出微妙的表情这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新京报的报道说，石破茂是不是可能有一点点那样子奇怪的心态，所以有一些微妙的表情。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制裁会不会对日本造成伤害呢？我们来看看经济的层面。这是成田机场的社长，他说因为有很多家中国航空公司说要减少班次，所以12月之后航班可能减少1到2成因为过去中国航线其实蛮多的，占日本这个成田机场全体的这个起降的这个数量是17%所以比重蛮高的如果减少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冲击。高盛的预测是
如果日本旅游业和对华出口下滑的话，日本的 GDP 增速将会放缓0.2个百分点哦。那如果把它换算成台币是3580亿新台币，会有一个冲击。那另外呢，中国还有通膨将戳破日本首相的泡沫，这是来自于我们看到雪城大学的一个分析师他说中国其实还有很多经济上制裁的武器某种程度要惩罚日本，可是日本相对没有牌所以这个未来这两国之间的这个紧张情势什么时候才会放缓呢？外界也都在看。来，川普的这通电话高市长们有没有变？有啦，因为你看他在24号跟4位这个在野党的这个领导人党首他们会谈的时候，他就已经特别谈到了，他说日本没有立场，其实就是因为他是战败国嘛，他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以后，所以他说他没有立场对台湾的法律地位表达意见嘛。那这个话对于野田佳彦来说，前首相，他的认为就是，那你就退回到这个11月7号之前的态度了，也就是说，台湾有事跟日本无关，因为你没有立场来对于台湾指指点点嘛。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可是问题是，高市长们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故意的。他引用的是旧金山合约，而不是引用的是1972年的中日的联合声明，也不是引用波斯港公告，更不是引用开罗宣言。所以真正处理台湾问题的是开罗宣言跟波斯港公告，还有就是这个中日的这个政治文件。那如果更远一点的话，那你应该引用的是日本在1945年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光复节的那一天，在我们的中山堂，日本递上投降书，我们中国正式把台湾收回了，就是我们的光复纪念日光复节就是这样来的嘛，我们把台湾收回。所以194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统一了两岸之间统一了，台湾被中国大陆收回来了，光复了日本战败投降，交出台湾。理论上讲，法理上讲，这个旧金山合约怎么可以去讨论台湾的问题呢？因为旧金山合约是在1952年的时候开始谈论的嘛。那1945年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我们中华民国统一了，那怎么会有1952年的事呢？这个简直是荒唐。这个就是什么？大陆也没参加，台湾也没参加，也就是中华民国没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参加，怎么可以由日本跟美国他们等等这些国家来讨论台湾的地位？这个简直是荒唐的事。这个就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有点像干脆美国跟中国大陆两个国家再找俄罗斯谈一谈，说那我们把那个日本瓜分，北海道归这个俄罗斯所有然后这个九州归中国大陆所有，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嘛，因为这个就好像你今天要谈俄乌的问题的时候，你还是要乌克兰进来谈嘛，你不能够说美国跟俄罗斯谈好了以后就把乌克兰瓜分了嘛，不可以这样做嘛。但问题就在于，你旧金山合约怎么会有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呢？明明白白的，在1945年，中国就已经收回台湾了，国民政府也来了，部队也来了，这个我们的省政府的主席也都来了，当时都已经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市长嘛，在引用旧金山合约，他就故意在找事了，故意把这个事再扩大，把这个事再扩大了以后。为什么他在26号的那一天，就是昨天，为什么前天，为什么一天早上跟下午却翻脸了呢？变脸了。而我为什么会说他变脸？华盛顿日报跟路透社是不约而同的同一天，发表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引用的都是日本的不具名的外交界的人士，就是知情人士。那这个代表什么？以日本的外交部的他们的纪律性来讲，他们如果不是设计的话，他们不会单独的课外的对媒体来放话。这代表什么？是高市早苗要找华尔街日报跟这个路透社来放话，因为他们两个引用的都是日本的不具名的知情人士。
高市早苗跟这个川普通电话接电话，这个能够知道的人不多，而能够把这个内情公布出来的，绝对都是少数中的少数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他们希望对外界放出来的讯息是，川普说你不用把这句话收回，对不对？我想他的重点在这里，结果他没想到所有的重点都在于，不是你要把这句话收回，所有的重点是你高市早苗要把这个事处理好。是你不能把这个事闹得更大。那所有人的解读，包括日本内部的解读，包括右翼政客的解读，就是说川普不挺高市早苗，哇，他们越搞越糟。下午的时候就翻脸了，说我要去要求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把他的话收回，把他的新闻报道收回。明明你要人家公布是你哪一些人为你新闻啊，这个就很难看了。这代表什么？越搞越糟。来，大中老师怎么看？对，我觉得目前这个以日本来看高市早苗来看，我觉得是退无可退了。至少在言辞上，因为你说过的话已经说出去了。那不管是你后面如何去把你的口径变得比较软，或是一些堆叠一些其他一些说法，但是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他为什么会下重手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你看，才在10月底，习近平跟高市早苗才碰面过，双方才晤谈过。那11月7号，也不在8、9天之后，马上就有在国会上这个询答的一个发言的风波，所以对中国大陆而言，下重手应该是不会太意外的一个判断。但重点在哪里？我觉得重点是美国的态度跟角色。当然，我们可以说的确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他有发生过几次。基本上的调性都是我们是支持美日同盟，美日同盟坚定不移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那美国的国务院也有一些那种书面的一些讲法，基本上的调性差不多，只是少了什么？少了格拉斯，因为格拉斯他的言语之间还是有一些对中国大陆的抱怨跟批评。但是我觉得观察重点应该是川普的这2通电话了，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当有这电话出来之后，我觉得北京很快证实。一开始大家不知道是谁先发动，大部分人判断比较多人判断还是习近平主动去致电川普的几率大一些，但他后面发现说不是这样子因为经过芒宁的证实，经过贝森特的证实，是川普打这电话。我认为谁主动还是有重要性的。假设今天是习近平主动致电川普，那可能谈的主要议题是台湾，那就很可能是习近平希望在这美中关系的大局之下，川普能够约束高市早苗，这样的几率是有的。然后呢，当川普接了这通电话之后，可能他的幕僚会说，美日同盟还是很关键，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平衡的处理，这是一种判断。但事后证实这通电话是川普打的。那川普打的，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很重视美中关系的大局，尤其这几个月，我觉得从川普的心里面，他最在乎的还是一个美中关税贸易的这个谈判能够走上比较稳定的道路，铺陈到他明年能够去这个北京春暖花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第2通打给高市早苗，当然很可能的确他没有要求高市首相说你要把你这个话要收回来，但是我会认为川普讲的话的重点很明白，就是说要管控好冲突，不要让日中关系会危及到整个在地区里面还有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大家看一看白宫才发布川普的回应，我觉得这是真正能够反映出川普心里所讲的。川普怎么说？美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这对日本也很好，日本是我们的亲密盟友啦，跟中国相处融洽，对中美都是好事情那开始讲习近平采美大豆，然后对我们农民很好美国跟日本、中国、韩国很多的协议都很棒，这是真正的川普。那至于美国驻日大使、国务院所讲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代表川普的心中他真正的定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比较大的这个脉络去看。所以最后一句话，我不认为美日在扮黑白脸，或是高市的后面是美国在怂恿他把台湾有事的事情定一个新的锚，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是，来舰长，王毅外长他跟这个法国
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的时候，他特别讲的，也就是高市早苗这个这个言论呢，其实极富挑衅啊，然后而且公开的开历史倒车，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实这个在中国大陆与任何一个国家签订建交公报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件事情。那高市早苗他应该回头去看一下1972年中日之间的一个建交的联合声明到底是怎么说的。那另外我们谈到博纳为什么会跟王毅外长通电话呢？实际上来讲，因为这一个法国的总统外事顾问呢，他也就是在帮马克宏铺路，那他希望很快的能够访问中国大陆。那至于说现在看到这个高市早苗他所提到的存亡危机事态的部分呢，它其实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人民日报的9个严重里面讲到的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另外也就是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两岸的关系根本不容你高市早苗在那边胡说八道。那他说川普总统呢并没有要求他撤回这个相关的言论，因为川普总统虽然我们看他大咧咧的没事就是到处开炮，可是对于这件事情他知道轻重，所以他并没有涉入日本的内政。所以我只是对于川普来讲，我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你应该知所进退，该怎么做很清楚的。另外呢，我们讲到说，这一个严重的误导那个日本人民，以及破坏这个战后的秩序，其实也就是他现在直接的引用旧金山合约，那也就是他又再错一次，他已经错2次了。感觉上他好像是收回一点，其实并没有，因为旧金山合约，我们谈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签约吗？那个时候还是中华民国在负责签约的，所以他这根本就是拿一个扁钻再刺一次。所以我们这样讲啊，高市早苗可恶的地方就在这里。那现在我们等会儿下一节就会讲到说，中国大陆其实并没有软下来。那也就是我们回头看一看日本它的经济会不会受到冲击啊？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或者是他们的国营的3大航空，也就是国航、东航、南航，其实不但减班，而且甚至停飞。那现在短期间之内看不出来影响，但是长时间产生的破坏力，可能不是现在的民调会反映出来的。除了经济制裁之外，我们看到中国也用武力来威胁日本哦。你看到从17号到25号，中国在黄海的中南北分区不断的叠加的实弹军演，从26号他们宣布再延长8天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外传说连福建舰这个航母的编队也会参与这个黄海的多科目训练，所以这个威胁的这个意味、警告的意味非常的浓厚。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国防部解放军这个发言人他们就讲说，这个是日本第一次对中国发出武力的威胁所以他们必须给予各种的迎头痛击痛击侵略。那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加入这个威胁日本的行列他说你日本打算在邻近的台湾岛屿附近部署导弹的这个飞弹基地他讲的应该是上一次我们看到他们的国防大臣去这个西南诸岛这边做的一些宣示所以俄罗斯说我保留强硬的回应权利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新闻办昨天睽违了20年之后，突然发布了这个所谓的军控白皮书中国大陆要求日本清理2战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话务，因为过去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2战日本战败，可是为了要掩盖他的罪行，他就把一大堆的这个话务遗留在中国的境内，所以现在中国说你赶快过来给我早日清干净，彻底销毁这一些话务。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呛虾的一个动作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解放军这边讲说东海不是很宽呐
如果日本真的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与那国岛就是第一批被打击的目标哦。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各种的媒体啊，都引述一些军事专家的说法，说日本要好自为之，中国有足够的手段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东海不是很宽哦。这是来自于中国的军事专家宋中平的说法，不是解放军哦，是这个军事专家的说法。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日本当然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不断的在跟美国在做一些更紧密的军事上面的合作。26号，他会晤驻日美军指挥官约斯特中将说要确认美日领袖峰会防长会谈的共识基础，要深化陆海空防卫的战力、太空、网络跟电磁频谱的合作要各种的交流。可是我们来看看央视的报道，央视说其实在 Okinawa 在冲绳这边的居民说这件事情高市早苗的言论会引发更进一步的战争或者是各种紧张的情势，所以他们要求高市要撤回言论，不然就下台。我们来看看。間違っています。もう恥ずかしいです。人のことをね、とにかく言う資格もない。この発言を撤回しろ。どころじゃね、もう高市お前やめろというもう怒ってます。私たちは絶対撤回させたいですよ。もうこれは沖縄の人はみんなそう思うはずです。自民党以外はね。好，我们看到美军的 MQ-9的死神无人机在韩国西南海岸失控，只能自行落海，这是我们收到的一个消息。而另外呢，纽西兰的海军最大的舰艇现在穿过台海，可是共舰呢不断的尾随攻击，模拟攻击这个是发生在台湾海峡的事情。而另外我们看到004中国大陆的航母即将完成核反应炉的吊装，003福建舰才刚刚我们看到成军，结果004很快的这个用低成本高效率重塑中国大陆的海权博弈根据报道，004航母的单舰建造成本非常的低，大概在30亿到40亿美元之间，是美国福特级航母的1/3到1/4这样子的一个成本，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来，赖老师。高市早苗做了一个动作，坦白说，确实是让美国或是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包括日本的政客他们都觉得很意外，是说他直接公然的，他强调他是台独的保护者因为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会爆发冲突，在分裂国家法来讲，就有3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台湾宣布独立，就是赖清德们他们宣布独立，那就两岸就爆发战争了。另外一个就是外国势力介入嘛，美国或者日本的势力介入的时候，那就爆发战争。那第3种就是台湾发生内乱那基本上台湾发生内乱，除非说赖清德们他们现在要整肃异己，要非法的逮捕，那这个跟他意见不同的人，那就一定会爆发内乱。例如说要把国民党的或是民众党人要赶尽杀绝，要把他们都抓起来，那一定会爆发内战。那这个时候大陆也一定会用武力的方法来平乱嘛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这3种以外，基本上来讲，就大陆基本上不会随意的使用非和平的方法。可是高市早苗就主动的宣布他要保护台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3种状况发生的时候，那两岸之间才会爆发冲突。日本就是说，你只要两岸爆发冲突，我就去打你，这个就是公然的宣布要去打大陆嘛。那大陆当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就启动了对于日本，因为联合国宪章有单独的对日本跟法西斯、德国、意大利等，他们如果威胁到他国的安全，可以不用经过安理会的讨论跟批准，就可以直接对他使用反击自卫权。所以大陆已经宣布日本就是敌国条款。那一旦是采用敌国条款的话，对大陆来讲，它的军演当然就随时展开了因为它当然要针对敌国来实施军事上的演练。那在黄海、渤海往外延伸，就是到日本的全境的各个军事岛屿军事目标来进行攻击。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当小泉进次郎跑到与那国岛说我要再装一些这个攻击性的武器，就是034的导弹要去打这个战机的时候，大陆的无人机就进来了。这个叫做什么？你改变现状，现状就回不去了。所以过去大陆的无人机总是不方便跑到你家去嘛。那现在你已经主动的宣布要跟大陆交战，那大陆的无人机当然就进来了。所以我估计未来大陆的无人机、有人机，还有这个
有人船、无人船在日本的周边举行各种军事的演训，那这个也可能慢慢的会成为常态，很有可能在明年大陆开始组织比较大规模的军事演训，可能就会发生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中日两国之间的军事，日本不是跟大陆同一个量级的啦。我想这个日本人自己也清楚，全世界所有的学军事人都清楚，日本跟大陆不是同等量级。日本整个国家的总军力20几万人，一个中国的北部战区而已，中国5大战区啊，所以以中国，因为日本本身没有新一代战机的制造能力，中国有新一代战机，已经开始在制造第6代战机了啊。所以中国有新一代战机的制造能力，中国有战略武器的制造能力，日本没有啊。中国有核武，日本没有。那也就是说，中国的造舰能力、造坦克能力、造战斗机的能力、造导弹的能力，各类型的导弹、中短远程的导弹都比日本强大太多。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工业制造体系是最完整的，日本根本不具备跟中国同等量级，然后日本却说我要去打你，我们都觉得想想真的很可笑。好，最后一个，对美国人对大陆人来说的话，我对你日本没有领土野心没有领土野心的国家要打日本要怎么打？全子你自己想。我对你，我没有要占领你的国土，我没有要殖民你，那我要跟你打仗，我要怎么打？我轰炸你就可以了嘛。那你想，以日本的国防，日本的整个国家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整个经济板块都几乎是在东京板块，那是它的整个生命线。也就是说，日本它本身并不是根据国防的理念来去建构它的城市，跟建构它的经济、工业生产规模，不是。所以这个经济板块一旦遭受攻击的话，日本1亿多人口，它所有的国力就往下摔。更何况日本的军事基地固定在那个地方，都是中国大陆的精准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所可完全去毁掉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日本说要挑衅中国，有时候我想一想，我是真的很可笑。时代不一样的日本，你已经不是以前的日本了，你是小日本了。大仲老师是那个，我想第一个就是很明显，现在北京用所有的工具箱的手段啦，希望能够压迫高市早苗，逼他把说的话收回去哈。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几率应该没有很高哈。因为北京现在的施加的工具，其实过去我们有一些案例可以做参考啊，比如说2012年，日本这个钓鱼台国有化事件之后，中国大陆有类似的做法，观光旅游。2017年当时韩国要部署美国的萨德系统，其实中国大陆几乎也是蛮精准的打击，包括禁韩令啦、旅游啊、零售业呀、汽车啦、化妆品啦等等等等有些手段。那这一次其实比较更综合性的，因为还包括一些军事的手段，还有外交各式各样的一些施加的压力。那包括这个敌国条款的这个使用，应该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敌国条款在联合国宪章里面，大概是由来已久。因为联合国宪章就是一个2战的一个历史的遗迹，里面有3条跟这有关。但过去你很少会听到北京用这个地方去压制日本，但日本现在提出反驳，但是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写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刚讲说，我的判断是，我认为这个事情的背后，其实美国大概没有太多的角色，在高市早苗的国会的这个答询之间，但是高市是有意为之，很精心的规划，因为一定会被问到他有这样的答案，还是说他说的话太快了一些，这个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确认。当然很多人的分析还是以第一种的可能性大。为什么？因为当高市早苗用首相的身份讲出这句话之后，他等于是立了一个新的锚，把过去的这个政策空间更扩张、更扩大了。因为这个是过去没有过，创造一个先例。即便是后来的讲话的口吻，因为11月7号第一次，11月10号其实他已经有点缩回来，但是
口径上的收回来。他说哦，这个可能思考没有到很仔细，未来用字遣词会很严谨，也不会针对特定的议题来答辩说日本会不会一定会采取军事的手段。那是在11月10号。但不管如何哈，因为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美日同盟有事，其实真正的状况应该是，假设台湾真的有事了，那日本假设美国是要决定要用武力来干预的话，这时候日本很可能被动的得到美国的一个要求，来支持支援各式各样，包括后勤。这时候才有可能会出现真正日本卷入其中，这是一般我们的判断。但这一次他的讲法其实是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个新的连结哈，包括集体这个自卫权的使用包括对台湾有事的一个判断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创造先例。那最有趣的地方是11月26号，当高市讲说他提到旧金山合约，那他也提到说希望能够中日关系还能往正面的方向走。这时候提问的这个立宪民主党这个大的在野党的野田佳彦前首相，他的解读是什么？他的解读是说，他认为某种程度而言是实质上的撤回之前的言论。他这样判断，他是这样判断，但是第一个是北京不这样认为，因为北京刚提到说这个旧金山合约不是一个正确该引用的一个历史的文件。那第二个是北京要的应该不会是这种实质上的撤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高市，因为他第一棒已经出去了，我觉得假设他是刻意有意为之的话，已经达正得分。那后续即便我用堆叠的解释，或者我口径放软，其实已经内部已经往前冲出去了。所以目前看起来，短期间之内，我觉得难解。难解。对，来请教院长。我个人长期的在观察解放军他的一个操演的位置、操演的时间以及操演的范围其实有关于秋末冬天开始的时候，其实解放军他的在近岸的一些演训慢慢会变少，这个跟天气有极大的一个关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在黄海中部、北部、南部通通全面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密集的军演，而且多半都是火炮射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这电视墙上面延长8天的部分。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云航警85那现在88。那85跟88呢，其实都是在同样一个位置，就是在连云港的北侧。那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它根本就是在中国大陆的领海基线内领海基线内其实连领海都不是，它是内水，也就是它等于是在自己的领土上面进行演训。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就是中国大陆非常的克制，但是他不停的透过这样的演训敲打提醒高市早苗。那但是呢，我们讲说在这个地方演习它一定有别的意涵。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oogle 的最新的照片的话，我们就会在连云港里面看到其他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珠海航展里面所看到的虎鲸号，其实现在就在连云港内。那虎鲸号它本身呢，可以是一艘无人舰艇，那当然它还有另外一艘，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能排除他们是在测试这2艘无人舰艇那虎鲸号它的优越的特性在哪里？我们讲说它可以无人，代表是现在它还是有人的。那它其实有4面盾而且在它的它舰首嘞，我们现在看起来舰首好像是平坦的，但是它舰首有一座可以伸缩的这一个机炮，然后它除了机炮之外，它的艇身呢其实遍布了光达，也就是它完全的可以交给这个无人舰艇来使用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它除了4面盾之外，它上面还有一个雷射系统。我们仔细的看一看，这像不像燎原？也就是 LY-1， 在今年93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雷射武器其实蛮像的那所以我们就讲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状态大家
都是不断的在提醒高市早苗，你应该回到11月7号之前的言论，不要继续再做了，因为再继续做，其实对于日本的这一个经济，甚至对于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将会无法回返到11月7号之前。好，我们看到川普宣布说将永久暂停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那是因为2天前发生在白宫附近，有2名国民兵他在白宫附近遭到阿富汗的移民枪击，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现在还在抢救中。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发生在26号，有路过的民众拍下街头的枪战画面。这是一名阿富汗的男子，他站在转角右手握着左轮手枪，有1名国民兵正在街头奔跑，那开枪还击，倒地的国民兵则是躺在行人道上面。在人行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这一起事件让川普看了非常的不高兴。他说这些第三世界的移民太糟糕了，会破坏我们的秩序我们美国的体系都崩溃了，所以现在开始暂停他们来那这是川普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的发文。可是对于委内瑞拉的打击行动，他还没有停手，并且他加码宣布，现在对陆上的目标可能会开始打击喽过去我们知道它是对于海上的这些所谓的走私或是毒品的船那川普向军人暗示，美国正准备针对所谓委内瑞拉贩毒网络采取新的行动强调要针对陆上的目标进行打击那这个就是宣战了吗我们也不太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另外一方面要为自己国内的一些民众对经济上面可能有疑虑的民众说，未来可能完完全全取消你们的所得税，怎么这么好康怎么这么好康其实不是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收了很多的关税，这些钱好多所以未来我们会取消你的所得税。那真的会往这个方向走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中美交流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热络了，这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包括大豆的采买现在又恢复了。这是中国大陆的贸促会的新闻发言人杨帆他就说应美国商会的邀请，中国贸促会12月会组团去访问美国，所以看起来这个民间的这些商贸往来开始慢慢的恢复了交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美国大豆现在中国开始恢复大量的进口了尽管这个价格有上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大陆买很多巴西的大豆，可是现在怎么搞的？它禁止7万吨的大豆进口，因为它测到农药中国大陆这边说测到农药，所以禁止这个他们进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东南亚有一些国家也有一些微妙的转变，包括越南，大家知道被川普课征了很高的关税所以呢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看起来越来越升温了。华为、中兴打进越南的5G 供应链像是一些基础建设已经开始在做了。而另外呢，爱尔兰这个国家也不甩欧美的施压，现在也开始招手中国大陆的一些资金一些公司。那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说是12月3号要访问中国大陆，希望这个延续熊猫的这个猫熊的情谊那这是2年半这个之后，马克宏下个礼拜要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而法国也高度重视这一次的成都之行。法方已经说了，希望中国未来可以向法方提供猫熊因为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外交其实中国大陆已经进行了非常久。而美国的媒体是说，马克宏考虑邀请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出席2026年在伊云举行的 G7 峰会，所以看起来各方面的交流现在已经都在开始了。来，我们先谈一下国民兵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节目中有讨论过当时我们的预测就是认为说可能会爆发这个冷枪案当时就是黑枪了我们当时的预测就这样，最主要的推论的根据是国民兵他是军人退役之后成为老百姓，然后他在接受这个征调，愿意参加国民兵，能够每个月拿一些补贴还有就是每一年有1个月的训练中都有薪水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对于他的生活是有一些很大的改善跟帮助的。但是他是军人，是
他不是警察，警察有处理这些社会事件、非法移民他们的技巧，可是军人没有。所以我们当时就推断说，你由军人来代替警察执这个打击这个非法移民的话，你这个很危险的，因为你会被放冷枪的。那果然现在就发生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代表什么？真正要检讨的不是非法移民的问题，真正要检讨的是这个政策。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回归由移民局以及警察当地的警察来去处理这些非法移民的问题，而不是由军人来去执行啊。这个，而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我觉得这种悲剧会不断的发生，而且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迟早有一天国民兵还是要撤走嘛。你一旦撤走了以后，这些人是不是又冒出来了？那么甚至更凶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对的。另外，委内瑞拉的问题对美国川普已经讲了第2次了，说我已经下了决策了。但你已经上次已经讲了下了决策，隔了2个礼拜还没动啊，现在又讲你已经下了决心了，那还是没动啊？原因在哪里？第一个，没有正当性，整个联合国没有人同意他用武；第二个，他的盟友包括北约、包括欧洲的盟友都认为他是非法的。那第3个问题就在于他的用武对最后能不能达到效果？他会不会卷入另外一场无止境的战争？这个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坦白说，他是一直纠结的。我觉得要找出一个打击毒品的手段，要去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这个手段不足取。这个对于川普来说，如果这个军事行动没有成功，对整个川普的选举、整个川普的团队，还有美国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会受到严重的抨击。我觉得川普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贸然的动用军事手段，因为成功了你也会被骂，失败了你会被骂得更惨，甚至你的地位都不保。那有关于这个大豆的问题就是说大陆这边给这个巴西开了一个绿色通道，可是我觉得巴西自己要珍惜羽毛，也就是说，如果大陆给他开了绿色通道，大量的向就向巴西进口这些大豆的时候，你如果自己本身不能符合规定，你有农药的残留，那人家当然把这个通道迟早要关掉嘛，会回来过去的严格的检验，因为大家都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嘛。就好像赖清德帮日本开了一个通道，其实我们一直强烈要求，你日本的水产品进入台湾，你自己要做辐射检验，不能够我们自己花钱去做辐射检验嘛。你应该是你自己日本应该要对你的所有的出口到台湾的水产品要做各种类型的辐射检验，不能够只是你讲的那几种什么铀啦、什么的钚啦的这种检验，你应该要各类型的辐射检验都要做，因为当时的这个核污染事实上是很严重的，而且它不只是那2种那个成分嘛，还有很多种，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赖清德，你即使你要讨好日本，讨好到不管你要的什么程度，老百姓的安全、食的安全，你要维护嘛。那维护我们只是一个要求，你要请日本做好辐射的检验，要有辐射的登记，因为你的食品包装里面都要列一个小框框，上面写辐射的含量多少。我觉得这个是你应该要做的事嘛，怎么可以让日本人不做呢？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问一下老师，美中的贸易战是不是看起来现在休兵，然后开始交流的多了？对，应该还是有蛮明显的一个征兆啦，就是看到那个今年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应该是通话4次，再加上前一次还是蛮重要的这个峰会里面，我觉得基本上达成共识双方应该是有这样的意愿去往前推进。但是我们当然说不一定完全是会一帆风顺，但大的方向我觉得是定调就是看现在到明年4月之间，所谓的川普访中之间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否则应该还算是稳固的道路。这是非常符合川普的，因为川普要对国内制造出一种那种氛围，我可以搞定。习近平跟我们关系不错，这个大的这个贸易的协定对我们国内是非常有利，更不要说这个很快明年年底就是这个
期中选举。那川普一定是希望有这样的消息，但倒过头来，对于习近平对北京来说，一个比较稳固的中美关系，其实还是比较符合中国大陆的利益。因为过去4年哈，即便是在拜登任内，拜登一直说要中美之间要保持所有的对话管道，互动还蛮多，包括元首峰会3次。包括各式各样的这种高层的互动无数次，但是其实双方这种战略竞争是，我觉得还是甚至比川普1.0的时候更加的尖锐啊，这是。那我稍微谈一下这个法国，其实马克宏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这应该是最近2019年他去1次，2023年4月份去广州去北京，大家印象很深。大家也不要忘记，习近平去年去了欧洲3国，第一站应该就是法国，然后这个匈牙利跟塞尔维亚哈。那因为现在中法是定位为这个战略协作、全方位的这种战略协作的一个伙伴。那去年又是北京跟这个法国建交的60周年，但是双方还是有些隐隐约约的一些摩擦啦，比如说前2年欧盟的这个电动车的调查，法国是基本上是支持的，对，所以当时北京所祭出的反制措施里面有一块就专门针对法国的，对比如说法国的这个烈酒啦，对啊 ，Cognac， 对，因为双方这个贸易额去年是800亿美金，中国大陆的出超大概多了100亿美金，所以中国大陆进口法国产品最多的几项，这个农产品、牛奶跟红酒跟烈酒都是其中之一，是没错。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舰长。如果我们看最新的新闻啊，也就是美国战争部的部长赫格塞斯，他现在登上了福特号。那如果按照川普的讲法，也就是现在因为他在海上直接弃毒，那减少了85%的毒品啊。但是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因为我接连看了2个至3个。这一个南美洲，也就是使用这个西班牙文的媒体，他都在讲一件事啊，也就是美国福特号的航空母舰，它已经开始慢慢返回那个诺福克港了。那它最后是希望能够在圣诞节前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符合我不断的研判啊，也就是其实川普一直。都是利用这一个我们看到的硫磺岛号的远征打击群，以及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福特号的一个打击群，其实他们就是在做演练。那当然也是针对的他的有他不同意的这个马杜罗啦，那希望能够一石两鸟。我其实是演练，但是也逼着你马杜罗下台。那但是呢，这个效果有没有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海上弃毒也没有逮到毒品，也没有逮到当事人，直接把人炸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不是能够符合相关的国际海洋法呢？其实是不符合的。之前那个洛杉矶时报已经讲过一次了，最近是华盛顿邮报也提这么一件事情。说这个其实反而不但不能彰显正义，反而泼美国下水啊！那现在有谈到说陆上弃毒，难道海上弃毒不够？他要把战机直接开到陆地上面